姐姐的老公出轨了，他要离婚，问我离不离？离。我回答的干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因为我是姐宝女，自小没主见，姐姐聪明能干，她干嘛我就跟着干嘛。姐姐结婚，嫁给了霸总周时正，我就嫁给霸总的弟弟周时样，跟着享清福。姐姐离婚，我自然不想留在那个家里。周时样眼尾猩红，大力掐着我腰，我又没出轨，我不离。经常出现在财经版的霸总周时正，今天上了娱乐版，还是跟他的前任女朋友，传说中的白月光林小优。简心，我要跟周时正离婚，你呢？简月看着手机里的花边新闻，怔愣几分钟后问我，你离我也离？我回答的没有丝毫犹豫。简月不意外我的回答，好，我让律师草拟离婚协议，去收拾东西。简月给他做律师的朋友打了个电话，然后就回房间打包去了。我们的行李没有2天2夜根本收不完。霸总每个月给我们各自200万零花钱，我老公周时样这个啃凶族太会烧钱，只会吃喝玩乐。周时正不但要养简月，还要养我们这2个小废物。周时样还算有人性，他把自己每个月的200万分我一半，我每个月进账300万，家里开销都是霸总负责，出门购物也是刷的他给简月的副卡。我没有用钱的地方。跟周时样结婚2年，存款多了8位数，我慢吞吞地跟在简月后面，上了2楼，觉得离婚没什么大不了。我和简月不是亲姐妹。08年地震，我失去了所有家人。简月的父母一个是军人，一个是医生，是他们收养了我。地震之后，我得了创伤后遗症，不爱说话，不爱交际。大我2岁的简月看我可怜，从小像护犊子一样护着我长大。我被同学关厕所里淋水，简月直接提着水桶把始作俑者淋了个透心凉。同学藏我课本，简月直接将他书包扔进了垃圾桶。同学扯断我头发，简月趁他睡午觉拿着剪刀剪了他一撮头发，露出青皮。只要我被欺负，简月就像母鸡护崽一样在前面为我冲锋陷阵。有简月的保驾护航，上学期间再也没人敢欺负我。但简月大我2届，我怕他走了别人又会欺负我，所以我决定跟他一起上大学。还好我情商断线，智商线上，加上听话努力，初中高中各跳1级，终于跟他一起参加高考，上了同一所大学，就连专业都选的一样，服装设计，因为我想跟他分配到同一个寝室。毕业后，简月拉来投资，开了个私人服装工作室，我出设计打版，简月当模特拉客户卖货。3年后，简月和投资人周时正结婚，我紧随其后，勾引了周时正的弟弟周时样。闪婚，周时样是个赛车手，他的性格和他的赛车一样，放荡不羁，野性难驯。我这样一个乖乖女想要勾引帅到惨绝人寰的周时样，只能用点特殊手段。我决定碰瓷，我天天去简月家蹭饭。终于有一天等到了周时样过来串门。饭后，周时样准备离开，我看准时机，在他驱车离开时，不经意地撞向他的车头。一刹那，天昏地暗，我飞出半米远，看着膝盖上擦破的一点皮，我决定倒地不起。
反正我说我受了内伤，别人也看不出来。简月冲过来扶起我，满脸焦急。简心，你怎么样？伤到哪里了？姐，我头疼，胳膊疼，腿也疼，哪哪都疼。我窝在简月怀里撒娇。简月很了解我，她一看我这矫揉造作的样子，就知道我是装的。她虽然不明白我想干嘛，但还是站在我这边讨伐她小叔子。美女，我这油门都还没踩呢，你这是在碰瓷吗？周时样吊儿郎当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。我不管，就是你撞的我，你要对我负责。为了跟简月成为妯娌，我厚着脸皮大声嚷嚷。时样，送他去医院。最后还是霸总周时正结束了这场闹剧。简月想要跟着，还被我推开了。周时样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他哥。他一把抱起我，塞进副驾驶，一路绝尘而去。我紧紧拽着扶手，看着两边飞速倒退的风景，大声尖叫：慢点，慢不了，我怕医院去晚了，你腿上的伤口就愈合了，那咱不白跑一趟吗？周时样戏谑的调调响起。我脸长得通红，缩在车门旁，可怜巴巴地看向他。操，别用这种眼神看老子！周时样嘴上骂得凶，车速倒是降了下来。谢谢，我哽咽着向他道谢。你今天故意来这出想干什么？周时样蹙眉问我。我能怎么说？只能实话实说。我想嫁给你。眼中真诚的光芒让周时样表情一毒。哼，看不出你个子小小，志向远大。他又上下打量我一眼，眉心渐松。不过想嫁给我的女人多了去了，你要抓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抓紧你的。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听劝。我伸手牢牢抓住他的衣角，敞开的黑色衬衣露出一块块精美的腹肌。周时样开着车，有些自顾不暇，他慌乱的一把捂住腰身。你干什么？绯色悄悄爬上他耳尖。我无辜地看着他。不是你要我抓紧你吗？周时样又低声骂了句草。不知是我哪方面特质吸引了他，毕竟我没有简月那么明艳动人。周时样过了3天就跟我扯正了，我不知道原因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反正最后我住进了姐姐家的大别墅。起初周时样不愿意，但他想上我床的唯一要求就是得跟我姐姐同住。周时样铁青住脸。新婚夜当晚带着我搬进了他哥嫂家。周时样游戏人间，没有正经工作，他都是靠他哥养，所以我理所当然的也靠他哥养。就这样，周时正打一份工，养3口人。我和姐姐心安理得地过上了富太太的奢靡生活。我无数次躺在散发着金钱味道的真皮沙发上感慨，这辈子做个姐宝女，值了。我就说姐姐聪明，跟着她的步伐总没错。哼着小调，我穿梭在百来平的衣帽间，整理着昂贵的衣服鞋包，有私人定制，有奢侈品牌当季新品，各种名牌收到我手软。5个大号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，却只装下了冰山一角。我累得瘫坐在地上，给简月打了个电话。姐，衣服太多了，装不下。你那里还有多余的行李箱吗？你再自己收拾。对啊，不是你让我收拾行李吗？我叫了家政收纳服务，待会儿就到。哦，我被自己蠢哭，怎么没想到可以请人呢？我就说我离不开简月吧，你把自己的证件和保险柜里的珠宝装好就行，其余的他们会收。好的，我挂了电话，按照简月的指示腾出一个行李箱，用来装我的珠宝首饰和证件。你在干什么？突然身后响起周时样的声音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收拾行李，是新衣服装不下了，那我把我的位置给你挪点。周时样边脱外套边往里面走，准备挪一挪他那只占了衣帽间1%的位置。不用了，
我要搬走了。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后脑勺。其实周时样对我挺好的，结婚2年，他从没传出过什么绯闻，除了我特殊时期，天天交公粮。周时样衣衫半敞，露出精致的锁骨和有力的胸肌。他把我抵在手表柜上，双手撑在两侧，薄肌凸起，俊脸在我脖颈处蹭了蹭，邪魅一笑。宝宝终于舍得离开这里了，是要回我们自己家吗？我帮你收拾。我怕痒，缩着脖子闪躲，双手抵住他裸露的胸口，又烫又硬。你误会了，是我和我姐搬走，你哥出轨了，我姐要离婚。周时样慢慢站直身体，黑着脸问我，所以呢？我跟我姐走，我们也离婚。我低头小声回答，面前的胸膛突然剧烈起伏。周时样修长的手指抬起我的下颌，那俊美的轮廓凝起冰霜，好看的眉骨越加乖张。简心，你有种再跟老子说一遍。我怂，我不敢。但显然，周时样还是生气了。我哭哭啼啼的求饶声从晚上到天亮都没停过。第二天，我睁开肿胀的双眼，入目一片抓痕的胸膛，腰间被一只大手紧紧禁锢。见我醒了，周时样把昨晚问了无数次的问题又问了一遍。还离婚吗？不离。我声音嘶哑，条件反射的回答。乖。周时样揉揉我的腰，大手渐渐往下，我死死按住那只手，泪眼朦胧，语气哀求。我说了不离。奖励你的。周时样声音暗哑，附身上来。呸！畜生！必须离，不离命都没了。周时样出门后，我中午饭点半死不活地爬了起来。早饭耽搁了，午饭不能再耽搁。我平生没什么爱好，吃美食算一个。周家请了2个大厨，红案白案，中餐西餐，样样拿手。我扶着楼梯扶手慢慢走下楼梯，挪到餐桌旁坐下。简月瞥了我一眼，不要仗着年轻为所欲为，节制点。我气呼呼地咬着鸡腿，我冤枉，是周时样那狗东西不做人，我反抗不了，他居然强迫你，这个人渣，马上离。简月拍案而起，拿着手机催他朋友今天就把离婚协议送过来。我大口吃着山珍海味，心里有些舍不得，这种美味吃一顿少一顿了。我和简月的厨艺那真是一言难尽，一只鸡去锅里随便抓2下，都比我俩做的好吃。饭后没多久，简月的朋友拿着2份离婚协议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。真的想好了？别磨叽，出轨的渣男谁要谁拿走。简月接过自己那份，毫不犹豫在尾页签下自己大名。我有样学样，签下了自己名字。姐，我们快走吧，待会儿我怕周时样回来了。好，拿上行李走人。简月做事干脆，起身往楼上走去。2位夫人三思啊，你们走了我怎么跟周总交代？管家吴伯急得团团转，刚才看见2位女主人在签离婚协议，就暗道不好，赶紧联系周时正，结果关键时刻联系不上人。至于周时样，那是个不扛事的，管家直接忽略了，以至于等周时样回家，看到人去楼空，大发雷霆。简月带着我去了我们自己买的豪华大平层，1梯2户，我俩做了邻居。说是邻居，其实跟住在一起没分别。我们都没关门，有点动静都能听见，方便聊天串门。这2年，简月也没闲着，借着周时正的名头扩大了我们私服的经营规模，挖了几个有名的设计师，走起了高端路线。近1年，公司发展平稳，日进斗金，盈利简月跟我平分。简月知道我其实不喜欢做设计，去年就给我开了家私房菜馆，离我们住的大平层不远。
走路10分钟就能到。不得不说，简月做足了离开的准备。他总说男人靠不住，靠人不如靠己。我这个小废物跟着他后面走就行了。他面面俱到，我就可以躲在他的羽翼下安稳度日。没有了周时样，我白天精神好多了，彻底放飞自我。没事就去私房菜馆觅食。简月给我搞了一个不露脸的吃播，每次去下馆子就开直播。我干饭十分专注，吃嘛嘛香。简月给我配了一个美食搭子，他负责讲解菜品，我负责吃，色香味俱全。开播末几天，私房菜本来不温不火的生意就突然好到爆，订单排到了下个月。这个工作我非常喜欢，我虽然不会做，但我会吃。有时候去后厨跟厨师交流美食心得，直播间的宝子们也积极提出建议，然后来品尝他们的创意菜。我们的私房菜获得了一大批忠实粉丝，许多游客也慕名而来。周时正伦敦出差回来，看见桌上的离婚协议书，又看了眼旁边窝在沙发上喝酒的周时阳，头疼地取下眼镜捏捏鼻梁。怎么回事？声音饱含疲惫。管家恭敬上前回答，夫人说您出轨了，她要离婚。小夫人也跟着签了字。出轨？哪家媒体胡编乱造的？周时正皱眉，他一直在外谈生意。你跟林小优在伦敦共进晚餐，把酒言欢的照片都登出来了，还说莫出轨。周时样烦躁地丢下酒瓶，哥，不是我说你，白月光就那么香吗？10年前的冷饭现在拿出来炒，有意思吗？连累我跟着遭殃。周时样看到手机里的照片，也认为他哥出轨了，毕竟那是他哥的初恋。当年两人的恋爱闹得轰轰烈烈，分手也分得死去活来，大家都说他哥这辈子都走不出来。结果谁都没想到，他哥居然结婚了。林小优，我跟他只是偶遇，他是生意伙伴带来的，我只当他是陌生人，何谈把酒言欢。周时正没想到自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离婚。真的？周时样眼睛都亮了。那你去跟嫂子解释清楚。周时正额角画下黑线，他把我拉黑了。你给他打电话，他把我也拉黑了。周时样早就打过了。你媳妇儿呢？周时正把玩着手机，抬眸看向他弟弟。周时样声音一毒，也把我拉黑了。没用。周时正冷声吩咐人去查简月的行踪。操！周时样郁闷。姐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办离婚手续？我挽着简月的手站在电梯里，简月一身杏色职业套装，红唇大波浪，睨我一眼，精致的眼妆衬得双眸暗射心魄。等我下周有空再约。那渣男也还没联系我，不知道回来没有。姐，你不是把他拉黑了吗？他怎么联系你？其他电话是摆设吗？倒也是，一个人想要真心联系你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我就怕被周时样找到，直接换了张电话卡。看你这2天都吃胖了，今天跟我去会所玩吧，我给你单开一间房，等我生意谈完了再一起回家。好的，我去哪里玩都可以，只要简月带着我。金碧辉煌的会所，处处纸醉金迷。我跟在简月身后走进一个灯红酒绿的昏暗包间。简月怕我闷，还点了2个拥有8块腹肌的男模，一个用磁性低沉的嗓音唱着情歌，一个在我面前大跳脱衣舞。简月刚才那2踏钱没白花。我吃着帅哥喂到嘴边的葡萄，另一位帅哥用腹肌帮我开啤酒瓶盖。我准备伸手去接啤酒，房间门就被大力推开。简心，周时样冰冷的声音从门口传来。灯光闪烁，他的脸忽明忽暗，我的心忽上忽下。完犊子，他怎么追来了？你对得起我吗？他大步走过来，抓住我的手腕，吃人的眼神看着我身旁的2个帅哥。我怂了，我怕他吃我。
我什么都没干，我只是在这里坐着等我姐。不信你看监控。西装革履的周时正随后走了进来。你姐呢？她在隔壁谈生意。周时正走过来，坐在沙发上。出去。一个眼神，就让我旁边的男模无声地退了出去。周时让挨着我坐下。花酒好喝吗？我没喝。但你想喝？你刚才伸手了。我没有。我不想。你别冤枉我。我一口酒都没喝，绝对不会承认莫须有的罪名。呵，简心，你可真是好样的。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。玩失踪，点男模，喝花酒。说，你最近还干什么了？周时让越凑越近，我被逼躺在沙发上，强烈的求生欲涌上来。我什么都没干，真的，我发誓，我是第一次来。或许是真诚的小眼神打动了周时让，他搂着我的腰一把将我拉进他怀里坐下，大手在我腰腹间危险地抚摸着。简月救命啊！我心里大声尖叫，面上却乖巧顺从。周时让必须要顺毛捋才行，越是反抗他越是兴奋。周时正坐在一旁闭目养神，等着简月过来。他根本就不关心我俩怎样，他们都知道只要我在他们手里，简月就会自投罗网。宝宝，你说过我们不离婚的，家里那个离婚协议是怎么回事？周时让眼中都是风暴。啊？哪个？跟我装傻？没我是真傻。我睁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周时让，睫毛颤动，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。半晌，周时让突然笑了，呵呵，宝宝还是这么可爱。然后吧唧一口亲我脸上。好变态，一会儿阴天，一会儿晴天。蓦然知道放荡不羁的周时让其实特别喜欢纯洁的乖乖女。他第一次在他哥的婚礼上见到伴娘简心时，就有了想法，只是那是他嫂嫂看得像眼珠子一样的妹妹，他找不到机会下手。没想到乖乖女学会了碰瓷，想要赖上他，那就别怪他化身豺狼了。今天就跟我回家。周时让在我旁边耳鬓厮磨，还搂着我不让我躲。我跟简月走。话音刚落，我就感觉搂着我大手更紧了。不行，以后我们搬出去自己生活。不要，我不能离开简月，离开他我觉得世界都暗淡无光。周时让脸上挂着危险的笑凑近我。不要。我脑子一转，你养不起我，平时的开销都是你哥给的，我们搬出去怎么生活？放心，我名下也有产业，前年还自己开了赛车俱乐部，挺挣钱的，养你绰绰有余。不怕二世祖颓废，就怕二世祖勤奋。还有什么借口？死脑子快想。那也不行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周时让皱眉。跟你在一起我太累了，晚上都没时间睡觉，持久也怪我。我红着脸大声道。怪你，就怪你。好，怪我，那我以后尽量多给你睡觉的时间。周时让轻抚我后背，哄着我。怎么办？都这样了，还谈不崩？我都快崩了。一旁的周时正额角青筋直跳，对那边两个250彻底无语。两个幼稚鬼，还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。就在我无计可施时，简月终于踏着他的恨天高进来拯救我了。简心，回家了。简月扫了周时正一眼，语气淡淡的。老婆，我们之间有误会，坐下来谈谈。周时正站起身走到简月身边，两人登对得很，一对璧人。除了离婚，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？简月双手抱胸，一副拒绝交流的抵抗姿势。周时正好脾气地拿出手机。这是我去伦敦出差的所有行程，你看到的那个照片是别人偷拍的，我们是碰巧遇见，当时还有好几个合伙人在一起吃饭，并不是单独约的。
我没有出轨。吴伯联系我的时候，我在飞机上，手机关机。她不是你的前女友？白月光吗？吃个饭笑得心花怒放。简月语气有了起伏。我知道简月其实挺喜欢周时正的，不然也不会从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他结婚。当然，周时正也是其中最有钱的，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我跟他10年都没联系过，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怎么可能对他笑？那是镜头借位了。周时正拉着态度软化的简月，老婆，我现在爱的是你，其他无关紧要的人我根本不会多看一眼。呵，花言巧语。简月甩开他的手，肺腑之言。老婆，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家，还给你带了礼物，结果发现离婚协议书。你知道我有多无辜吗？而且我生病，这几天都有些发烧，不信你摸摸。周时正拉着简月的手摸向他的腹肌。我也是常见识了。测体温是摸肚子吗？太有心机了。怎么？馋了？你也想摸？来吧。身旁的周时样拉起我的手，强制性贴在他的腹肌上。我拗不过，只能对其上下其手。周时正是真的生病发烧了，累的，他拖着莫吃药，就是准备来简月这里上演苦肉计。简月吃软不吃硬，他也没办法。误会澄清，最后简月带着周时正去医院了，我就落到周时样手里。被他带回他的别墅时，我简直欲哭无泪。有没有人救救我啊？我拖着时间不想上楼，一会儿要吃火锅，一会儿要看电影。周时样乐呵呵的照做，虽然他厨艺赶不上周家大厨，但是比我好太多。我吃得开心，周时样笑得荡漾。饭后还贴心地给我泡了消食的山楂水。我俩窝在沙发上看电影，是周时样选的文艺动作片。渐渐的，随着剧情走向，不和谐的画面就出现了。周时样粗重的喘息声在我耳边响起，我一个机灵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周时样扑倒。悲催了。不过周时样兑现承诺，留了时间给我睡觉。简月和周时正和好了，误会说开。第二天，周时正的2个特助纷纷现身病房，拿出铁证为他洗清冤屈。我们又搬回了以前的别墅。周时样拗不过我，因为这是我唯一坚持的事情。他也是后来才反应过来我碰瓷他的原因，只是没办法，新婚夜投降了，一辈子就只能顺着我。周时正的前女友回国了。那天我跟简月出门购物，不想林小优踩着高跟鞋走了过来。你就是阿正的妻子，跟我确实有点像，不过阿正就是念旧情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对我恋恋不忘。林小优一番恶心的发言，真的膈应人，然后我就忍不住吐了。啊，你有病啊！林小优崩溃的一把推开我，这次真是天旋地转，我晕了过去。熟悉的怀抱接住了我。宝宝，周时样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。简心，简月还没来得及发挥，就被我的晕倒吓住了。林小优，我妹妹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扒了你的皮。简月跟在周时样后面，一路直奔医院。我再次睁开眼，右手被周时样紧紧握住。宝宝醒了，你可算醒了，我给你带了鸡汤，喝点吧。简月打开保温杯，给我倒了一碗色泽金黄透亮的鸡汤。姐，你做的？闻着倒是挺香，但我有点犹豫。放心，家里大厨做的。简月白了我一眼，嘿嘿，还是姐姐对我好，记着给我带吃的。我松了口气，接过碗大口喝起来。可不是，怕饿着我侄子。谁啊？我喝着汤，完全没反应过来。宝宝，你怀孕了。周时样温柔地看着我，又看看我肚子。什么？我大惊失色。哇，悲从中来。
嚎啕大哭。怎么了？宝宝别激动。周时样接过碗，轻轻拍着我的后背。我能不哭吗？我姐都还没怀孕呢，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，我姐没教我啊。哇，从小到大我一直跟随简月的脚步，以她为榜样，万万没想到，生孩子倒是赶在前面去了。给你1000万，孩子生了有月嫂保姆帮着带，到时候再奖励你1000万。霸总发完言，我哭着打了个嗝。也不是不行，简月横他一眼，把你外面那些花花草草收拾干净，再惹到我妹妹，我跟你没完。周时正握住简月的手，放心，已经把她送出国了，以后她都不会蹦跶在你们面前。周时样补充，对，我哥收购了她现任老公的公司，现在他们引火焚身，自顾不暇，不会再生梦蛾子。3个月后，简月怀孕了，周时正高兴地在集团联发3个88万的大红包，普天同庆。简月也开心，从小到大简心都爱跟在他后面，事事以他为榜样，害得他天天自省，就怕思虑不周，行差踏错，简心重蹈覆辙。简月第一次看见简心就很喜欢他，他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湿漉漉的眼睛看着自己，像只惊慌失措的小鹿，眼眸中都是惶恐不安。简月非常豪气地拉住他保证，以后罩着他。学校里有人欺负简心，看着他只是默默忍受，不敢还手。简月气炸了，他教训了那些人后，本来还想教育简心，让他自己立起来，可看见他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自己，依赖地跟在自己身后，简月说不出其他话。算了，怂就怂点吧，总归自己会护他一辈子。简月中学时成绩一般，可简心很聪明，说要跟他上同一所大学，这还得了。为了简心，简月也只能放弃玩耍时间，拼命学习，不能让那么优秀的简心跟自己上一个3流大学。简月内心压力山大，但在简心面前从未表现出来，他是简心的支柱，不能倒下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简月偷偷摸摸地头悬梁锥刺股，总算考上了重点大学。简心跳了2级，高考分数比他还高出30多分。大学毕业后和简心合伙开了公司。简月嫁人了，是个喜欢自己的有钱人，当然自己也喜欢他。周时正爱屋及乌，很照顾简心。就在简月想给简心也找个两情相悦的男生时，从小胆子小的简心居然破天荒胆肥了一次。他跟自己的小叔子周时样闪婚了。简月知道简心是怎么想的，他想跟自己做妯娌，一辈子不分开。简月也不想跟简心分开。这么多年来，简心早已成为他向前奔跑的动力。没有简心，简月不会成为这么优秀的自己。余生有他天天看着简心，他也放心。他说过要照着简心一辈子的，不能食言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